在 G7 外长会议周三发表的声明中，首度支持台湾参与世卫组织，而法国参议院也随后表决通过首个所谓挺台议案。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更声称，如果大陆攻打台湾，澳洲将会为自由挺身而出。种种迹象表明，在民进党当局的迎合之下，美西方正在加大打台湾牌的力度。七国集团外长会议发表的声明中，首度支持台湾有意义地参与世界卫生组织及世界卫生大会，并强调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民进党当局又捡到宝，蔡英文办公室发言人张敦涵声称，台湾与 G7 成员国皆共享民主、自由、人权等基本价值，乐见 G7 外长共同支持台湾有意义地参与世卫组织，并高度关切区域安全局势。台外事部门发言人欧江安则宣称 ，G7 外长会议结论显示，近年来中国大陆军机军舰绕台及其他行为已受到国际社会理念相信伙伴的共同关切。深圳卫视注意到，张敦涵和欧江安在回应中都极力强调意识形态，力图将意识形态问题与领土主权问题混为一谈。但分析指出 ，G7 外长会联合声明中关于台湾参与国际社会用了有意义一词，这显然是美国的用语。美国多次提醒民进党政府要有意义地参与国际社会，不能与主权有关。在主权问题上，美国只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周一接受英国《金融时报》采访时，也重申了一个中国原则。一方面，台湾当局一直在搞以疫谋独。另外一方面呢，美国呢也是希望借着这样一个世界卫生大会的召开从很多方面呢打台湾牌的这种方式在国际上引起一种舆论的浪潮通过这种方式呢来对中国进行攻击。他们也知道其实台湾根本不可能参与到世界卫生大会当中去但是呢只是目前通过各种方式呢来进行舆论的炒作，而造成一波新的舆情，如是而已。G7 外长会结束后，法国参议院周四也表决通过一项所谓挺台决议案，宣称无异议支持台湾参与全球性国际组织，甚至有议员呼吁欧洲承认台湾的存在，并威胁中国大陆不要对台动武。做这样的一个事情呢，一方面自己可以出口气，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迎合了美国的这样的一些战略上的一些需求，所以说呢，做出这样的一个举措来呢，也不意外。当然，他们做出这样一个举措来呢，基本上算是一个表态的一个行为。至于说到最后能否发挥作用呢，我想还是要看法国政府怎么样去处理。目前看起来法国是认同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的，所以说呢，在台湾参与这个世界卫生大会等等很多方面我想应该不至于提出所谓有实质性的支持。近段时间以来，西方媒体明显加大对台海局势的关注程度。继英国《经济学人》杂志渲染台湾是地球最危险之地后，前美国中央情报局高级分析师、美国智库新美国安全中心科技与国家安全项目资深研究员马丁·拉瑟日前甚至拿全球芯片荒做文章，妄称中国大陆会为抢芯片而攻台。不过，拉瑟这番所谓的警告，即便是岛内媒体也觉得十分荒诞。台湾联合报刊文指出，台湾半导体的命脉其实被握在多个国家手中，只要对台湾管制出口有关技术、机器或是原材料，就可能扼杀整个产能。就算大陆强力夺取了台湾半导体制造产能，最后也很可能在多国管制封杀下变成一场空。因此，大陆绝不会鲁莽动武。文章指，美国智库学者做出此种违背基本常识的分析，不但毫无质量，更是存心通过抱持特定立场的媒体，做出危言耸听、挑拨两岸对立情绪的荒诞推测。所以这样的一个做法呢，恐怕会在岛内呢又会引起新一波的一个舆论的炒作，同时呢也会在两岸之间呢制造一些矛盾。我想这对于美国来讲呢，是他经常采用的一个策略。